尼日利亚政府军使用中国无人机消灭了100多名武装分子，中国翼龙2无人机再次发挥巨大作用，而俄军对于中国无人机非常羡慕，认为这是能够改变战场形势的主要武器。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尼日利亚陆军发布了其使用中国翼龙2无人机的相关作战视频。尼军宣布，在为期3天的反恐空地协同作战中，尼军使用中国的翼龙2无人机，在博尔诺曼达拉山附近共消灭了100多名武装分子。由尼军发布的翼龙2详细作战视频可知，翼龙2无人机挂载了激光制导炸弹，空袭了恐怖分子老巢。翼龙2使用的激光制导在作战中大显神威，准确击中了恐怖分子营地，击毙了大量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刚刚采购的翼龙2到货就立大功，再次向外界展示了中国武器出色的战场表现。尼日利亚在上个月刚刚正式公开了他们从中国采购的翼龙2无人机，尼日利亚也是第7个批量采购翼龙2无人机的海外大客户。翼龙2是中国察打无人机的出口名片，是成飞研制的先进察打一体无人机。2016年首次问世，因为支持卫星链路，翼龙2具有远程打击能力。这些年，翼龙2察打一体无人机也成功对外出口了数百架，其中最大的客户是沙特和阿联酋这样土豪，采购数量超过100架。而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等国也采购了大量翼龙2无人机。尼军的这批翼龙2无人机在反恐作战拥有巨大优势，翼龙2能够迅速部署到需要的区域，这使得无人机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响应。翼龙2无人机拥有强大的续航能力，可以长时间在目标区域上空巡航，提供持续的监视和侦察能力。翼龙2的观瞄设备则由高清传感器、红外摄像头等设备组成，可以收集实时情报并传输给作战指挥中心，帮助指挥部获得关键信息。当然，作为察打一体无人机，翼龙2的武器配备种类更为丰富，能够携带各类型的炸弹和导弹，包括激光制导炸弹、空对地导弹、反坦克导弹等，最多可以携带480千克的载荷。导弹最多可以挂载12发，可对目标进行连续不断的精准打击，能够在反恐行动中迅速消灭敌对目标，结束战事。对于中国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俄军自然是十分羡慕，因为在俄乌冲突中，俄军发现先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数量太少。虽说是伊朗向俄军提供了各类型的无人机，但是大部分都是一次性的自杀式无人机，缺乏先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当然，俄军也有类似于猎户座这样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装备数量少得可怜，不超过50架。以俄罗斯航空工业的产能而言，这产量远远跟不上战场需求。俄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战场需求至少要在300架以上，而且猎户座无人机的技术水平只能说一般，和中国无人机相比差太远。比翼龙2猎户座的作战半径只有150公里，还没有天线和卫星链路传输能力，根本无法远程指挥作战，载弹量也不到翼龙2的50%。就这样的水平的无人机放在俄军手中就是香饽饽，但俄罗斯目前的产能也远远跟不上部队需求。所以现在俄军在战场上因为缺少察打一体无人机吃了不少亏，因为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滞空时间要比俄军的武装直升机和攻击机长得多，能够连续10几个小时挂弹在战场上巡航，可以对乌军的装甲部队、据点等目标进行打击和侦察以及炮兵校射，能够为俄军地面部队提供更加有效的空中支援。若俄军在战场上有足够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可以以广大的前线空域对乌军进行持续不断的侦察打击，能够最大程度的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会让俄军在战场上相对轻松很多。俄专家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具有反应快、长时间持续监视、精准打击能力、高度自主化以及情报共享和协同作战的优势，能够极大地加强俄军战力，
也有俄媒抱怨称，俄军平常看不上中国武器，总是有一种心理的优越感。毕竟前几十年都是苏联、俄罗斯向中国出口武器，结果等到俄乌冲突爆发，吃了乌军无人机的亏，才知道察打一体无人机有多么重要。但现在没有后悔药，因为冲突爆发的原因，中方不可能向俄方提供先进无人机。俄罗斯要购买中国无人机，至少也得等到战后了。